我的支票账户里通常不会放太多的钱，因为你们看他们给的利息，真的是让人眼前一黑。现在美国的基准利率在5.25到5.5之间，这些大银行真的是明晃晃的从储户口袋里面抢钱。我的闲钱一般会放在货币市场基金 （Money Market Funds），目前的利率呢在5%以上。我今天和大家详细讲讲它的优点、缺点，怎么买、怎么用，以后呢我们就不会吃亏了。首先，货币市场基金是什么 ？Money Market Funds（MMF） 其实呢，在中国，支付宝称它为余额宝，微信中呢叫零钱通，券商这边呢叫现金宝，美国的券商这边就叫货币市场基金 （Money Market Funds）。它呢是一个风险比较低的理财产品，钱放在里面是活期的，那按天计算它的利息，月底会给你结算。这个产品设计的初衷呢是，投资人在买卖的间隙，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空窗期，这个对投资者来说就是比较难以忍受了，钱就不能闲着，就想设计一款产品，它既有非常高的流动性，最好是活期的，随时可以取用，又相对于比较安全，最好是保本的，然后呢，利率还要高一些，最好是和市场上的利率齐平。这么一个什么都要有的产品，把货币市场基金给设计出来了。那货币基金的优点就非常明显了，和支票账户相比，虽然说它们流动性都是一样的，都是活期的，随时可以取用，但是支票账户它给的利率非常低。那传统的大的银行的话，给的都是0.01%，几乎就是不给你利息。和储蓄账户 （saving account） 比，大银行仍然保持他们抠搜的调性，能不给你利息就不给，还是0.01%的利率。那小银行呢，他们相对给的利率会高一些，基本上跟货币市场基金是持平了。但是你需要到这些小银行去开户存金才可以。那安全性上面来说，有 FDIC 保险那还好。和 CD 定期存款相比呢，它的利率其实也差不多，都在5%以上。那 CD 的话呢，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锁定一段时间的利率，不像货币市场基金，它是浮动的利率。但是同样，这也是定存 CD 一个不好的地方，因为你需要锁一段时间，不管是3个月或者说是5年的时间，你买了之后，这笔钱在这段时间你就不能动了，除非你要提前取出来，付点罚金或什么。那货币市场基金的话呢，它虽然说利率上是浮动的，但它灵活性上就比较强，你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取出来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货币市场基金的安全性。说到安全性，我们先来看一下它里面到底是买一些什么东西。从分类上来看，货币市场基金可以分成政府货币市场基金、优质货币市场基金和市政货币市场基金。政府的货币市场基金，它主要是买一些中期的或者是短期的美国国债，像 T-bill 啊或者 T-notes。那这些呢，你可以仔细看，如果它99%以上全部是买这些政府国债的话呢，你是可以免税的。第二种呢是市政货币市场基金，它主要是购买州或者地方上发行的债务，比如说市政债啊，或者说是房贷债啊这些东西。那它部分呢也是可以免税的，你可以仔细看一下它里面的条款。那优质货币市场基金呢，它就是买比较优质公司的短期的票据，或者说他们的债务证券这些。因为是短期，并且对于这个公司的信用评级有一定的要求，所以说它的风险也是非常低。从他投资的这些产品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货币市场基金呢，它投的基本上是短期的，或者是优质资产，甚至于大部分是国债或者是定存，所以说它的风险是非常非常低的，不能说是零风险，只能说风险非常小。再来说一下它的缺点，第一个是手续上面，虽然说它是活期的，但是它到底不像是支票账户，你手上有一张储蓄卡，那你可以直接消费或者直接去付你的水电，这些费用。那它呢，就是还算是基金的一种，虽然说它是活期的，你可以随时取出来，但是你申请把钱取出来这么过程，大部分的券商或者银行吧，它有一个交割的时间。快的话可能半天，慢的话你也要把它打到3天。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利率是浮动的，因为它买的都是一些短期的国债啊，或者政府债，甚至是公司债，它的利率基本上是和美国的基准利率是持平的。如果随着美国的基准利率下降的话呢，这个利率它也是会下降的。接下来说一下它的净资产值，英文叫 NAV。那它不能说是缺点吧，也可以说是优点。这就相当于硬币的两面。货币市场基金里的净资产需要稳定在$1，基金经理他的主要目标呢，就是要想尽办法的，就是保本，说简单点就是保本，他们的工作就是做这个，因为他们买的基本上都是短期的一些产品，不管是国债也好，公司债也好，收益方面的话没有太大的变动，市场上的利率是多少就是多少，他们没有追求一个高收益，但是呢，他们要保证他们投资产品的一个安全性，不能让他的资产值跌破$1，赚到的钱就作为一个利率，然后再还给投资者。那它会不会偏离这个$1呢？其实有这种状况发生过，叫做打破净值。那历史上面，比如说是有大的经济萧条，或者说是黑天鹅事件的时候呢，它会短暂的偏离，然后呢，但是幅度不大，一点点，很快又会回过去了。但是这个事情是有发生的，大家需要注意一下。这就是为什么说它是极低的风险，但不是零风险的原因。最后一个就是大家经常会问的，有没有 FDIC 保险啊？有没有 SPIC 保险啊？跟大家说一下，都没有，因为它是基金。我给大家做个对比，这样子概念上会比较清楚一些。首先呢，我引入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货币市场账户 （Money Market Account）。虽然它是跟货币市场基金 （Money Market Funds） 只有一字之差，但它们完全是两个物种。待会儿我一个个跟你们说。首先从利率上来看呢，这些利率其实都还不错。储蓄账户的话，如果你是找那些小银行的话，虽然不是很方便，但是呢，它的利率也是会给到4%多的。那货币市场账户 （Money Market Account） 它也是一样的，找些小银行，它的利率也是不错的。但是呢，除了定存 CD 之外，它是锁定一段时间的，它的利率，那其他的利率都是浮动的，跟着市场走的。还有个是保险，保险的话，除了货币市场基金 Money Market Fund 它是没有保险的，其他3个都是有保险的，其他3个都属于现金类产品。如果你在银行买的话呢，它是有 FDIC 保险；如果你是在 Credit Union 的，就是信用联合社买的话呢，会有 NCUA 的保险。货币市场基金虽然说它的风险非常低，但是它还是属于基金的范畴，所以说它是没有保险的。其次是锁定的期限，那除了定存 CD 它会锁定3个月、6个月、1年甚至5年、10年，那其他的话呢，它都没有锁定期限的，是活期的。还有就是支票本是不是有？那货币市场基金跟货币市场账户，他们都是可以开支票的，但是是受到限制，比如说1个月只能开个3张5张的，或者是超出的支票数额呢是需要收费的，甚至呢有一些银行的话，它是没有支票的。说到支票，我把支票账户也放进来吧，就是你开支票是没有限制的，你刷开都没关系，然后它也会有借记卡，然后你可以刷卡买菜啊什么都可以，但是呢它的利率呢就非常低，也是有那个保险的放在里面的钱，然后也是活期的，没有锁定期限的。来说一下怎么用这几个账户吧。支票账户就是我们平时开销要用的账户，然后你不用放太多钱里面，因为它的利息真的很低。但是它可以开支票和储蓄卡，所以说你日常要用的钱放在里面就可以了。储蓄账户的话呢，其实如果是大银行的话，你在开支票账户的时候，会顺便帮你把储蓄账户就给开了。但是呢，这些银行坏得很，他们给的利息也是非常低的。所以说我不太明白，就是多开个储蓄账户有什么用？怕支票的卡被偷了，然后盗刷了你的卡，这样储蓄账户的钱不太容易偷吗？除了这个之外，我想不出其他的想法。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你是想要利息高一些的活期的钱，你可以去网上找一些就是比较稍微可靠一点的，你听到过名字的那些储蓄账户，或者说是货币市场账户。这两个账户其实差不多，都是浮动的利率，然后也都有保险，然后呢也都是活期的。那支票不支票其实没有关系，因为你最后用支票还是把钱转到支票账户那边
去用会比较方便一点。你给自己一个3天的时间，你支票账户里面快没钱的时候，要转过去的时候呢，从一个账户到另外一个账户，特别是你要找一些高利息的储蓄账户，或者说货币市场账户的话呢，它基本上都是比较小的银行，所以说从一个银行转到另外一个银行，你给它3天的一个手续的时间。定存 CD 应该不用怎么说了，一段时间不用的钱，然后锁定一个比较高的利息，不管是3个月或者说是1年2年都可以。那最主要说就是今天说到这个货币市场基金，这个基金其实你现在看下来的时候，觉得说没有什么太大的优点嘛。利息上来说，一些小银行的储蓄账户、货币市场账户也就差不多是这个利息了。特别是它还没有 FDIC 或者是 NCUA 的保险，对不对？然后也是活期的，利率也是变动的，也不像支票账户用钱怎么比较方便，那干嘛还要考虑这个账户呢？特别是那些做投资的人非常推崇这个账户，是什么原因呢？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很方便，它一般都是跟你的券商账户是连在一起的。那不管是在美国这边，像我常用的 Fidelity，或者说是经常开退休账户的 Vanguard，或者说是嘉信理财，还有国际券商像富途啊、盈透啊等等的，他们都有货币市场基金。那我们做投资的时候，不可能是365天都买着股票或者债券的，总是会有市场不太好，只能持有现金的状况。那这个时候这些钱呢，就是在等着市场的波段，就是等着市场的反弹也好，等着下一波的趋势也好，钱就闲在那边了。因为你要等市场的趋势，所以说你不太可能直接把钱锁定一个期限，或者在券商账户当中转到一个小银行去，为了一个高的利息，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市场就反转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比较方便的就是同一个券商这边把这个钱投到货币市场基金，因为在同一个券商，所以说你转钱就非常方便，基本上是你这边转了，那边钱就到账了，然后就可以去买股票或者说是买基金，什么都可以，这样就可以达到让你的钱一刻不得闲的目的。至于具体怎么买，其中还有很多的注意事项，特别是分不同的券商，然后是美国这边的或者是海外券商等等，那我下次再说。那对于我今天说的货币市场基金，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在留言区给我留言，或者发信给我都可以。那我下次视频的时候呢，就把这些内容包含进去。那谢谢大家的观看，祝大家投资顺利，拜拜。